如果不是闺蜜给我打电话，我可能就遇害了。一个百无聊赖的晚上，我在家刷着短视频消磨时间，手机蹦出一条消息，是之前通过闺蜜认识的帅哥。你在干嘛？在家待着呢。有事吗？没啥事儿，就是有些无聊，要不我去找你吧。你自己在家吗？我愣了一下，因为从我刚认识学成就对他有好感，或许这是我们增进感情的机会。我抑制住内心的激动，怎么想起来找我啦？我觉得你性格很好啊，人也很漂亮，我们应该多了解下。那你过来吧，我刚起床，所以你要给我点时间化个妆。当然了，女孩子嘛，你把地址发给我吧，我慢慢过去。随后我就把我家地址发给她了。放下手机后，赶忙洗漱化妆，又激动地给闺蜜小美发消息。你知道吗？学成竟然主动要来我家找我玩，可小美的回话却让我很疑惑。这不对呀，不太可能呀，你等一下，我打电话过去问问。3分钟后，奇怪，我给学成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人接，微信电话还被挂掉了。你再等下。又过了几分钟，小美直接拨了我的电话，语气也很急切。喂，小冉，你千万不要和那个人见面，我问过学成，他根本没有联系过你。我一时间有点懵，怎么会？刚才跟我聊天的就是学成的微信呀。你不知道，学成他现在有女朋友的，而且他这样的人不会做出这种出格的事儿。刚才我还联系了学成的妹妹，她说她哥的手机昨晚被人偷了，所以现在联系你的根本就不是学成。听到这，我如坠冰窖。按照小美说的，我现在已经把自己真实的地址告诉了一个陌生人。如果那个人真的来了怎么办？难道要报警吗？就在我脑子里还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传来了一阵敲门声，我心里瞬间一凉，身体止不住抖了起来。紧接着手机震动，是学成发的消息：我到了，开门吧。没想到他真的来我家了，他此刻就站在门口给我发着消息。我顿时吓得面色如土，脑子里快速想着怎么办，该大声呼救还是报警。他清楚地知道屋子里现在就我一个人，如果他强行冲开门，我该怎么办？我鼓足勇气一步一步走到门口，透过猫眼慢慢朝门外望去。门外漆黑一片，可能是门外的声控灯没开，我该怎么办？突然敲门声又响了，我被吓得一哆嗦，因为敲门声，声控灯亮了起来。门外站着一个男人，宽大的帽檐压得很低，还戴着黑色口罩，根本看不清脸。或许是我长时间没回应，他的敲门声又急促起来，我吓得飞快退离门口。紧接着又来了一条消息：你在干嘛？快让我进去呀！过了一会儿，我稍微平复了下，鼓起勇气在手机上面回复：我不在家，我知道手机是你偷的，我刚刚已经报警了。信息发送过去之后，对方的状态上显示对方正在输入，然后就再也没有了回音。等了许久，门外没了任何动静，我慢慢靠近门口，突然再次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。开门，我们是警察。出于警觉，我又透过猫眼向外看去，看到门外确实有穿着制服的警察，闺蜜小美也在旁边。我果断开门，抱住了小美，也总算舒了一口气。没过多久，警察收集完了情况，检查了一下房子的周围，确定没有什么危险了之后就回去了。随后他们根据手机定位追踪到了一个人，没过2天他就被逮捕了。我心有余悸，如果那天晚上我并没有给小美发信息，那么当天晚上到底会发生什么呢？想到这还是一阵后怕。我差点被梦游的姐妹杀了，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。几天前的下午，我接到了依依的电话：琪琪，我晚上可以去你那边住吗？能听出她的语气中略带委屈，虽然我们有段时间没联系了，但是我并没有拒绝。于是当天晚上，依依就拖着行李来到我家，看得出她心情比较低落，我就点了她最爱吃的烤串和奶茶，想着安慰一下她。中间了解到她因为和室友有了矛盾，吵了一架，想要在新找到房子之前单独出来住几天，可她似乎不愿意多提及矛盾的内容，我便没多说什么。稍晚些的时候，我就准备洗漱睡觉了。在我洗完澡出来的时候，依依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，我轻手轻脚的给她盖上毛毯之后，也回房间睡觉去了。后半夜因为口渴，我突然醒了，但怕打扰到依依休息，我并没有开灯，摸索着走出了房间。经过沙发的时候，我愣了一下，发现沙发上只剩下一条毛毯。依依去哪里了？难道上厕所去了？我因为困意缠身，并没有到处去找，拿了瓶水就直接回到了房间。我躺在床上想睡，却没睡着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客厅里头一直没有什么动静。奇怪，他怎么还没回来？会不会出啥事儿了？我刚想起身去查看，此时安静又黑暗的房间里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声音，这种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啮齿类动物磨牙一样。我放缓呼吸声，环顾四周，突然之间，我注意到在房间的左前方，一个黑漆漆的人影直挺挺地站在角落里，正对着我。我第一时间做出反应，拿起枕头使劲地扔了过去，大喊起来：谁在那里？人影躲开了，
然而他依旧一言不发。只是接下来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人影并没有做出什么多余的动作，他以一种极其僵硬的姿势缓慢地挪出了房间，随后便听到好像有人倒在了沙发上。我紧张地慢慢靠近门口，开灯向外观察，卧室里的灯光照到了沙发上，清晰地映照出依依的脸。刚才那个人影是依依，她是梦游了吗？隔天一早，我询问依依：“依依呀，昨天晚上你起夜了吗？”依依摇了摇头。我继续问：“那你以前梦游吗？”从来没有，至少我自己是不知道的。我若有所思，但随后也没有说什么，就出门上班去了。深夜里，我再次醒了，起身轻手轻脚地来到了客厅，依依又不在沙发上。我预先给自己鼓气，随后大声叫喊依依的名字：“依依，你在哪？”没有人回应。我看了一眼厨房和卫生间，还有卧室，都没有人。难道出门了？这么晚别出什么事吧？我立马拿出手机给依依拨了通电话过去。在静谧的深夜，我清楚地听到了一阵手机震动声。不过这一阵震动声在响了几声之后戛然而止。我的目光死死地盯在衣柜上，因为我清楚地听到刚才那一阵震动的声音就来自那里。我走到衣柜边，朝着并没有关严实的柜门里望了过去。依依瞪大了双眼，正在衣柜里面静静地坐着。一瞬间，我汗毛竖起。依依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但是他依旧没有什么动静。激动的我立马上把衣柜拉开。你在里面干什么呀？我使出全身的劲把他拉了出来。依依被摔在了地上，跟随他一起掉落的还有一把水果刀。还没等到我回过神，他便迅速冲出了卧室。我缓了好一会儿，反锁好房门。凌晨3点，我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，枕头下面放着刚才依依掉落在地面上的那把水果刀。尽管我认为依依是梦游，但是我依旧后怕，所以我拿起了手机，给依依之前的室友发条信息：睡了吗？正准备睡。什么事？你和依依因为什么事情闹掰的？小婷犹豫了一会儿才回复：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是不是依依和你在一起？我觉得她有点奇怪，你小心点，那女人有病，她半夜想对我动刀，如果不是我反应快就出事了，你最好别和她往来，她太恐怖了。当天晚上我一夜未眠，直到天亮，我就找了个借口让依依搬了出去。后来我就和她便慢慢的断了联系，直到最后我也没弄清楚那2天晚上她到底是在梦游还是清醒着的。如果你收到陌生号码的表白短信，威胁你不答应就会死，你会怎么办？2月13号那天，我加完班已经快到凌晨，看着冷清的街道，我冲着停在街边的出租车招了招手。刚坐上车，天空中突然电闪雷鸣，狂风大作，顷刻间豆大的雨滴就顺着车窗缓缓落下。我满身疲惫地倚靠在窗边，每天只有这个时候才能感到一点点放松。然而就在我轻轻闭上眼准备打个盹的时候，手机传来的震动猛然把我惊醒。我看向了手机，屏幕上显示现在已经是2月14号0点，与时间同时显示在我眼前的还有一条未读短信。点开后发现是一个未知联系人发来的消息：我喜欢你。看着这条未知联系人发来的短信，我第一反应就是有人玩大冒险游戏输了，于是我只是敷衍地回复了2个字：谁呀？本以为只是一场无聊的恶作剧，我就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殊不知就在我刚放下手机时，却再一次收到短信：你必须做我女朋友，否则我保证你绝对活不过明天。什么鬼？这人有病吧？我没好气地回复了他：神经病。之后对方便再也没有回过消息，我也不再理会。放下手机，重新闭上眼睛假寐。窗外的暴雨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，听着雨滴噼里啪啦落在车窗上的声音，不知为何，我心中竟莫名其妙生出一股烦躁不安的感觉。就在此时，我的电话又响了，幸好这次不是短信，而是语音电话。看着屏幕上2个醒目的大字，我不敢耽搁，赶紧按下接听键。小欧吗？今晚就辛苦一下把方案做出来发到我邮箱。老板冰冷且不容拒绝的声音，瞬间让我觉得生活无望。可即便如此，我还是只能假笑着说一些违心的话。接着我拿过随身携带的背包，殊不知人一旦倒霉起来，就连喝水都会塞牙缝。平时从来电脑不离身的我，今天偏偏把笔记本电脑忘在了办公桌上。想起同事小张还在公司加班，我赶紧拨打了他的手机。下一秒，看着出租车转进了那条熟悉的巷子，我的家就在这条巷子尽头。不知是否是因为下雨的缘故，今夜我总感觉分外孤独。打开朋友圈，除了有个别微商的广告以外，几乎被各种秀恩爱撒狗粮的情侣刷屏了。此刻再想到自己只收获了一个陌生人的恶作剧，更是喜提一次熬夜改方案的机会，是真够悲催的。没过一会儿，我就到了家楼下。就在我刚进入楼道时，天空中突然电闪雷鸣，整个楼道的灯也在瞬间暗了下来。我拿出手机照亮，一路走到电梯前，可任凭我怎么使劲按，电梯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。不会是跳闸了吧？
我心里1万只羊驼呼啸而过，没办法，我只能走楼梯了。爬到8楼，让很少运动的我腿都软了。看着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楼道，我咽了口水，心中那股强烈的不安感再次涌上心头。不知为何，我总感觉在这片寂静的黑暗中隐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。于是我不敢再过多停留，赶紧掏出家门钥匙。然而就在我刚把钥匙插进锁孔时，突然一双大手从身后紧紧捂住了我的嘴。霎时间，我的脑子一片空白，想要大声呼救却叫不出声，感觉身体也被牢牢控制。就这样，我被拖进了黑暗的楼道里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身后的男人一个闪身来到我面前，他随手从口袋里拿出一块抹布，把我的嘴堵住，接着就想对我做些什么。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有生之年竟然还能遇到这种丧心病狂的变态。我用尽全力挣扎，妄想能摆脱魔爪，殊不知就在我死命挣扎时，脚下一个踉跄没站稳，于是我就这样重重地从楼梯上摔下，撞到了后脑勺。在失去最后一丝意识前，我看向了那个侵犯我的人，奈何漆黑的环境下，我只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。或许我的命运就是注定只能走到今天，心里涌过万般无奈与不甘，但也只能与这个美丽的世界说声再见。2月14号0点，我惊吓着醒来，手机收到一条陌生短信：我喜欢你，似曾相识的情景。我按着太阳穴，头有点痛。这个噩梦让我冷汗直冒。天果然在下暴雨。随后又是老板的电话，我让同事顺路给我带笔记本，跟梦里的一模一样，只是我没有回复那条短信。如果你收到陌生号码的表白短信，威胁你不答应就会死，你会怎么办？2月14号0点，我惊吓着醒来，手机收到一条陌生短信：我喜欢你，似曾相识的情景。瞬间只感觉后背发凉，汗毛直立。我下意识地看向窗外，外面的倾盆大雨似乎在向我证明着什么。然而还没等我弄清楚事情的原委，就接到了老板通知熬夜改方案的电话。然后就是我顺其自然地打电话给同事，让他下班顺便帮我带一下电脑。此时发生的一切竟然奇迹般和我的梦境完全一致，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我选择不回信息。对于这种变态，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不予理会。或许是看出我脸色不对劲，出租车司机满脸关心地问我：小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晕车啊？司机师傅的一句话瞬间把我四处飘扬的思绪拉回了现实。我看向他，只不过一眼差点把我魂都吓没了。虽然我只能看到司机的背影，但总感觉这个身影竟然有几分熟悉的错觉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。好在没过多久，车就停在了我所居住的单元楼下。直到看着出租车彻底消失小区里，我才稍微放下心来。与此同时，和梦境里一样，天空中突然一阵电闪雷鸣，接着楼道瞬间陷入了一片漆黑，电梯也在同一时间断电。有了上一次的经历，我很清楚自己马上就要遇到那个变态，于是我一刻也不敢耽误，直接一口气爬到了8楼。即使此刻我只感觉到腰酸腿疼，两眼直冒金星，但值得庆幸的是，我终于赶在变态对我下手前打开了家门。房门被打开的刹那，手机再次响起，原本以为是给我送电脑的同事到了，结果看到消息，我整个人瞬间如坠冰窖。你不回信息就代表你不答应，如果你不答应的话，我会杀了你哦。是那个变态。我下意识地进屋关门，可惜为时已晚，一只手死死抵住了门。那个男人就这样从门缝中挤了进来，一把捂住我的嘴，然后狠狠将我按在地板上。我用力咬住了他的手，唇齿之间开始泛出浓烈的血腥味。我能察觉到男人隐忍着痛苦，微微颤抖着。然而下一秒，他竟然把另一只手探进了我的裙底。内心的羞耻感让我用尽全身力气发起最后的反击。他似乎彻底失去了耐心，下一秒他停下了到处乱摸的手，掐住了我的脖子。我的呼吸越来越困难，意识开始变得模糊。在心跳停止的前一秒，我终于想明白了一个事，原来之前发生的那些事根本不是梦，都是真的。果然，当我再次睁开双眼环顾四周，我非常确定自己此时正在一辆出租车上。车窗外的倾盆大雨，手机上那条熟悉的短信，一切都透露着我陷入了一场可怕的死亡循环。然而最令人绝望的是，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走出这场循环。看着单元楼内准时断电的楼道灯和电梯，我彻底不敢自己回家了。我看向了司机师傅，张了张嘴，从嘴里挤出一句话：师傅，您能送我上楼吗？我可以给您加钱。听闻此言，我看到出租车司机沉默了好一会儿，他的犹豫让我直接将他排除了嫌疑人名单。我有幽闭恐惧症，我再次诚恳地向司机师傅开口。这一次，他终于下车，跟着我走进了漆黑的楼道。在得知电梯无法正常运行后，师傅耐心地陪着我步行上了8楼。这次我很安全地回到了家里，家里也断电了。我锁好门窗，拉上窗帘，
坐在椅子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在家里顿时让我安心了许多。突然的敲门声吓得我一激灵，谁？我颤抖着问。如果你收到陌生号码的表白短信，威胁你不答应就会死，你会怎么办？突如其来的敲门声让我稍微放松的心情又紧张起来。谁？我颤抖着声音问。是我，赵宇，电脑给你送过来了。听到同事的声音，我缓缓放下戒备，打开了房门。透过门缝，我看清了赵宇的脸。怎么不开灯啊？家里断电了，我无奈地说。我去看看。我听着楼道的脚步声走远，不久家里的灯亮了，我的心也回暖了许多。他递给我笔记本后便打算离开，我想着一个人害怕，便挽留他留下喝口水。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赵宇问。我还来不及开口，手机震动了起来。这个男的是谁？你是真的不想活了吗？我瞬间崩溃，泪水控制不住。赵宇关心地询问我怎么了，有个男的想杀我。我举起手机给赵宇看，看了短信内容，赵宇安抚我。你打过这个电话吗？我摇了摇头。他拿过我的手机拨了过去，片刻后皱眉。打不通。我要不要报警啊？赵宇帮我分析。你现在没出事儿，没有证据，估计没法立案。他在房间里帮我检查了一下，没发现隐藏的摄像头。短信又亮了。你要留这个男的过夜吗？外面轰隆一声，灯再次灭了，房间再次陷入一片黑暗。赵宇打开了电筒。是不是又跳闸了？我出去看看。我立刻拉住他，让他不要出去。不要紧的，我去看一眼就回来。说完，他打着电筒，轻轻地推开了门，随后把门合上。我贴着门，听着他检查电闸的动静。突然一阵哐当声，像是有什么东西砸在了电表的铁皮上，门突然被疯狂地敲响，我吓得往后退缩。随后是赵宇的闷哼声，不救他肯定会死的。我打开一个门缝，赵宇立刻将手伸了进来，我将他拽进屋，但是已经晚了，他的喉咙被割了一道口子，血鼓鼓地往外流。我胡乱地用毛巾帮他按住，但是无济于事。临死前，赵宇抓紧我的手，他睁大着瞳孔，停止了呼吸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心脏也漏了好几拍，随后才想到报警。但在我拨出电话的前一刻，我停下了。赵宇是因我而死的，如果我重来一次，他是不是就不用死了？我捏紧门把手，如果还得死一次，那这次一定要看清那个人是谁。我颤抖着手，义无反顾地打开房门，高举起手电筒对准他的脸。他显然没想到我会自投罗网，愣怔在原地，看着他的颓废的五官，脑子里突然轰了一声，是你！我的心突然好痛。再次醒来后，看着窗外的雨，我泪流满面，心却无比平静。这个想要置我于死地的男人，是我的前夫宋文杰。我们结婚后，我才知道这个男人神经敏感，还不求上进。当年为了维持家里开销，我在外拼命的工作，但每次加班回家后，他都会怀疑我跟那男人厮混，吵了很多次架，甚至我的穿着也必须按他的要求，否则他就会发飙。穿这么少是出去卖吗？宋文杰为了监视我，还监听了我的手机。有一次我去谈业务，他在手机上听到有异性在场，竟然跑到现场众目睽睽下骂我不要脸。回家后更是对我拳打脚踢，事后他还会一直对我说，我是因为太爱你了才不小心这么做的，你不要离开我。那段日子让我心灰意冷，为了摆脱宋文杰的控制，我不顾一切地离了婚，离开了这座城市，还因为严重焦虑症做了很久的心理治疗。但我做梦也想不到，他还是找来了。这次我果断给那个陌生号码回了信息，宋文杰，我在家里等你。捏紧了手机，我决定赌一把，为了不让无辜的人被牵连，这次我没有让司机送我上楼，也没有让赵宇过来。在楼下的时候，我发出了一条短信，随后回家，开着房门等着宋文杰的出现。没过多久，那个身影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我咬了咬唇，尽量平静地说道，宋文杰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们放过彼此不好吗？不可能，我们生生世世都要纠缠在一起，你逃不掉的。一副完全不听我讲的样子。宋文杰，我已经不爱你了。话还没说完，他便暴怒地捏住我的脖子。你怎么能不爱我？你必须爱我，你只属于我。他发疯般的喃喃自语，我被他掐得快喘不过来气。我瞄了眼时间，差不多了。我抓起事先准备好的烟灰缸砸了下去，一声闷响后，他并没有倒下，晃晃悠悠地拿出刀刺向了我，嘴里还不停地碎碎念，哪怕是死，我们也要在一起。我没有躲，但微微偏过了身子。恍惚间，我听到有人的叫喊声，不许动，举起手来。等我再醒来时，人已经躺在病房里，而不是那辆出租车上了。
我知道自己赌对了。妈妈就坐在我的旁边，看到我醒了，红了眼眶。丫头，你终于醒了，你知不知道你差点没命了？得亏没有刺中要害。她摸了摸我的头，宋文杰已经被抓了，你别害怕，他再也不会伤害到你了。看着妈妈苍老了许多的面容，我拉着她的手哭了起来。早上，我在门口看到了我家猫的尸体，旁边的单子上写着：“您的外卖到了，请记得给好评哦。”是小咪。我尖叫一声，腿吓得发软，直接蹲在地上，捂住嘴巴，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，后背瞬间冒出了一层冷汗。明明昨晚睡前他还睡在我的枕边，一时间难过和恐惧包裹了我全身。我下意识反身，迅速关门并立马反锁，后背紧紧贴着门，并拨打报警电话。警察敲门的时候，我正蹲在门旁边，抱着腿抖个没完，大脑一片空白。昨晚12点半，刚刚吃过安眠药的我接到了外卖的电话，那人态度急切，说是在楼下等了我快10分钟了，一直忙线，您快点下来取外卖行吗？我这还有好几个单子呢，要不您告诉我几楼，我送上去也行。我愣了一下，是不是搞错了？我没点外卖。交涉了大约3分钟后，对方骂骂咧咧地挂断了。当时我误以为是店家搞错了地址，毕竟这样的事情之前也发生过，这件事我便没有放在心上。再加上安眠药的作用，不一会儿就失去意识了。直到今早打开门，小咪的尸体就那么直挺挺地放在门口。我抽搐着讲完了所有的事情，警察点头，并在纸上记录着。检查过后，门锁没有被撬动的痕迹，难道那个人有我家的钥匙？突然我想到了什么，急切地告诉孙警官，我家猫有时自己会开门的。说完，我看向不远处僵硬的小咪，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。昨天我好像忘记反锁了。警察拿过我的手机查看了一番，可他接下来的一句话让我全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在你删掉的订单里，我们找到了你昨晚下单的外卖记录。不可能！我惊讶地捂住嘴巴，尖锐的声音在客厅回荡：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我没有点外卖，也没有戏耍外卖员。警察先生，相信我，请你相信我。说到最后，我只剩下了呜咽。一旁的女警官轻轻地为我顺着后背：你放心，我们会调查清楚的。小猫的尸体我们需要带回去，你有亲戚朋友吗？安全起见，这几天就先不要住在家里了。送走警察后，我在家门口蹲了很久。在这座陌生的城市，我没有什么亲戚，只有男朋友刘泽。想到警察离开前说的话，我下意识地裹紧了双臂，不排除有人进入你家的可能。最近好几个事件与独居女性有关，在他们家门口都会有这么一个三角形标志。巨大的恐惧过后，我逐渐冷静了下来，开始复盘最近发生的事情。标志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现在想来得有半个月了。并不是我木讷安全意识弱，这是个老小区，墙面上总有些调皮的小孩画的东西，因此这件事就被我忽略了。想到这里，我拨通了男友刘泽的电话，将这些事大体说了一遍后，等他来的过程中，同一栋楼的几个邻居听说之后找来了，对门的王婶和楼上的李哥，他们一边安慰我，一边陪我等刘泽的到来。几个人叽叽喳喳的要找物业，要求在小区里安监控才可以。看见刘泽的一瞬间，我抱住他大声的哭了一通，发泄了所有的恐惧。在他的提议下，我带着东西去了他家。刘泽住的地方距离我家不过10分钟的路程，他租了个公寓，并不是很大。正在我将牙刷往洗手台摆的时候，接到了警察的电话。李女士，我们查到昨晚你的账号确实点了一份外卖，但是账号 IP 不在你家，而是在留取家苑。那个外卖员有人证，您家猫咪死亡的事情跟他无关。留取家苑是刘泽的小区。看着他在厨房哼着歌兴奋炒菜的身影，我深吸一口气，颤抖着拿起了他的手机，刚准备打开外卖软件。瑶瑶在干嘛呢？快过来帮我打个鸡蛋。我赶紧将手机揣兜里，来了。猜猜我要给你做什么好吃的？给你做一份不一样的西红柿炒鸡蛋。那我很期待哦。一时间不知道该觉得开心还是害怕。进洗手间掏出手机，外卖软件上登录的正是我的账号。就因为我一直拒绝跟他同居，竟然搞了这么一出。1周前我俩出去吃饭，我去厕所的间隙将包给了他，出来的时候他人就不见了，过了很久才跑回来，借口说是去接老板电话，肯定是那个时候去配了钥匙。想到电视剧里那种病态男友，鸡皮疙瘩瞬间爬满了我的全身。佯装淡定走到厨房门口，我借口下楼买东西，行李都没拿就打上车回了家。到家后给他发了分手的短信，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，订了隔天一早回老家的车票。过了大约15分钟，他狂拍我的门，求我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。我在业主群发了个消息，可以麻烦各位邻居帮我出去说一声，我家里没有人，并再次拨打了报警电话。过了2分钟，楼上的李哥回了个 OK 的表情，之后邻居们都轮番的安慰着我，对门的王婶更是一条60秒的语音甩了出来，大体意思就是
他要是敢一直来骚扰我，邻居们就把他打出去。我透过猫眼看到几个邻居跟刘泽在外面吵了起来。就在刘泽要动手的时候，孙警官到了。刘泽意味深长地看了眼我家的方向，吓得我闪到了一边，甚至害怕他通过猫眼就能看到我。本以为就这样摆脱了这个变态，谁知道半夜我再次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接起来竟然是刘泽的声音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怎么总是一句话不说就走？昨晚也是这样。没等他说完，我便破口大骂：刘泽，你这个死变态，是你害死了小咪，我们分手了。接着将手机关机。当晚我睡得并不踏实，天刚泛亮光，我便起床。打开房门的一瞬间，我的尖叫声划破了长空。刘泽满身是血的坐在我的门口，地上是一张外卖单：您的外卖到了，请记得给好评哦。再次看到这张外卖单，我便直接晕了过去。哼，李瑶瑶胆子还是这么小。女人对着镜子又嘴角缓缓上扬。直觉告诉我，家里肯定进来人了，因为我确定早晨走的时候马桶圈是放着的，但是现在它被人立了起来。我一直是独居，更是没有开马桶圈的习惯。惊慌之余，我赶忙给闺蜜小美打了电话，小声说道：小美，我家里好像有人进来过。我颤颤巍巍地跟她说了一番我的推论。小雨，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？我现在就来找你。小美胆子比我大很多，她很仗义地准备来陪我。我也有想过报警，可总不能因为家里的马桶盖被立了起来就报警吧？警察也不会相信的，除非有证据证明家里真的进了变态。没过多久，小美来了，因为她的安慰，我也放松了很多。可能真的是我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。随后我便准备洗漱，想着晚点跟小美一起追剧。当我走进卫生间后，我突然发现更诡异的事情，牙刷是湿的。我盯着牙刷紧皱眉头，这种东西都是早晨用完后就不会再动了吧？这是不是说明不久前有人动过它？可小美来到我家之后也没有进过卫生间，那会是谁？想到这里，我不禁打了个寒战，手里的牙刷也掉到了地上。小美听到动静走了过来：小雨，你怎么了？这家里肯定进了变态了。我红了眼眶，浑身发抖，看着小美：你说他会不会还没走？我轻声说着。小美被我此刻的模样吓得一激灵，轻声说道：小雨，那这样，我们先检查一下屋子里，如果真有人，我们一棍子打下去。我们开始在屋内地毯式搜索，地方不大，很快就搜索完了，结果一无所获。这样我们先装好监控，如果真的录到了什么，那就有证据报警了。于是隔天，小美就帮我在家安装了监控设备，要是真拍到了就更可怕了。小美下意识看向我，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。听到小美的话，我更是不敢多想了。检查完监控没问题，便赶忙去上班。晚上因为下班的晚，回家时天已经黑了。小美因为被男友求婚，抱歉地跟我说她今天来不了，于是我只能硬着头皮自己回家。打开家门，我进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房间内有没有被动过手脚，再接着便开始查看监控器的视频。看到从早上8点半安装好监控设备后，房间内就没进过人，所以我便开始一直的快进。当我要快进到自己下班前时，都没看到人，不由得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想的太多了。可就在这时，监控中有情况了，一个男人鬼鬼祟祟地走进我的家。进屋后，那男人就拿着我的东西开始一阵闻，之后还想翻看我的电脑。就是这时，我的开门声惊动了他，他匆忙地躲进了旁边的衣柜中。下一瞬间，房间内的灯亮了，我进屋了。看到这，我后背都被冷汗打湿了，有些惊恐地看向自己旁边的衣柜。没有意外的情况下，此刻那个变态就在里面蹲着。深夜，我浏览网页的时候，突然发现了一条奇怪的帖子。我杀人了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处理尸体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出于好奇，我点了进去，贴主是匿名发布的。紧接着看到了下面一群吃瓜网友的回复：你是不是电影看多了？贴主你真搞笑，你怕不是自己在做梦吧？显然大家把这个帖子当作玩笑，这其中也包括我，抱着陪他玩玩的心情给他回复了，先尽可能的把尸体切成小块，加油哦！随着我不懈的努力，终于让我找到了好的学习资料。爱学习的我准备潜心研究一番，那么这一夜注定无眠了。隔天下班比较早，在吃泡面的时候，我又好奇的点开了那个帖子，想看看下面还有没有更有趣的回复。谢谢你的回复，我买了电锯，在浴缸里把尸体切碎了，居然也不怎么出血，你可以继续帮我吗？这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只是以为这个人蛮搞笑的，所以就继续回复道：把碎块包装好再分散丢掉就好了。然而隔天我就收到了一个这样的回复：今天早上把右腿扔了，完全没有被发现。其实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觉得不对劲，甚至有些害怕了，这不会是真的吧？可其他的吧友还是觉得是贴主的恶作剧，都在嘲讽的回复。这样的结果就是逼得贴主做了回应。看来你们都不相信我，今晚
我把证据放在庆春公园的地下通道里，请确认。但是有没有人敢去验证就是后话了。庆春公园，这不就是我家旁边的那个公园吗？我有些好奇贴主所说的内容是真是假，刚好贴主所给的地址离家不远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当晚的凌晨3点，我便怀着忐忑的心情去了公园，来到了地下通道，一眼望去，通道里一个人都没有。在昏暗的灯光映衬下，果然在不远处发现了一个黑色包裹。我愣在原地，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恐惧，脑子里浮现出包裹里血腥的一幕，可内心的好奇还是战胜了恐惧。我缓慢地拉开包裹的拉链，随着拉链一点点的撑开，映入眼帘的并不是血腥的尸块，而是一个摄像机。我心里的石头也终于放下，妈的，果然是被耍了。随后我便开始观察着摄像机，发现红灯闪烁，这明显是开机状态，镜头也是在对着我。就这样，在隔天，一篇标题为恐怖，摄像机拍到的震惊瞬间，视频火遍了各大网站。再点进去，你会看到提示：心脏不好的人谨慎观看。随后画面开始倒计时，接着男人就出现在了画面中。只不过就在他好奇的瞬间，身后突然出现一把刀子，扎进了男人的脖子，男人死了。然后画面一转，一个标题为“我杀人了”，内容是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帖子，发到了网站上。当他发完问题，镜头缓缓上移，使得我们看清了这个发问题的人，他正是小雨，而要处理的尸体也正是藏在他衣柜里的变态。